各位线上的爱多美家人们，大家现在好，我是来自福建分公司的笨。前几期的线上直播，公司跟大家介绍了原则中心文化，和公司为了贯彻原则中心文化都做了什么。那么这一期我们来探讨一下，消费会员或经销商为什么要遵守原则中心文化。虽然我是第一位入职的分公司员工，但是在线的很多伙伴认识爱多美的时间要比我更早。我不敢在大家面前班门弄斧，只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：原则中心文化跟大家有什么关系？另外还有一个灵魂拷问：大家来爱多美的初心是什么？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原则中心文化跟大家有什么关系呢？也许你会有疑问，我只是个消费会员，我就想优惠使用产品，难道还要讲什么原则？也许还会有抱怨，我是一个经销商，商人就是在商言商，过往合作过的公司都是对我有求必应，而爱多美怎么这么不接地气地设定了很多规矩，不顾市场业绩会受影响，竟然还要求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太麻烦了，太不懂事了。那么我们来看看，如果市场有以下行为，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？一，在某宝或者某家实体店低价销售海外公司的产品。二，为了达成个人利益，对产品和公司实力夸大宣传。三，诱导他人囤货，甚至恶意挖直销企业在职的经销商来经营爱多美。四，诋毁诽谤其他快消品品牌。五，把爱多美当作赌博性投资来经营，宣扬快速赚钱、一夜暴富、不劳而获。六，模仿公司网站或公众号自行制作宣传信息，误导消费者。七，冒充公司名义私下自行组织会议。如果市场发生了以上行为，会不会造成伙伴对你的不信任，对公司的不信任，甚至遭到同行的排斥，或者令到伙伴遭受损失？肯定会，而且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公司的生存，影响商城开业的时间。那大家等待开业的一天又一天，何时才有尽头？也许我们会认为有的行为是小事儿，无伤大雅，就听之任之吧。比如公司明确规定了消费会员只能自己使用，不得售卖产品。有的消费会员可能将未拆分的产品卖给亲戚朋友，因为只是一瓶两瓶，数量不多，所以觉得这是小事，不要给他上纲上线。虽然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人的行为，而如果每位消费会员都这么做的话，那就是一大群人的行为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，对吗？所以遵守原则是不分大事还是小事的。如果小事都不能遵守，大事如何遵守？况且我们平时面对的更多就是小事。另外，有的人可能心存侥幸，觉得我就这么做一次，下次绝不再犯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还有大部分的伙伴其实不是明知故犯，而是无心而为，因此会觉得非常委屈。也许还有人会说，那公司应该查处这些行为，不要让我们受伤害呀。我想告诉大家，作为一家致力于顾客成功的全球化超链接流通枢纽的公司，当然不会容忍这些行为的存在。我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查处违规行为，但这就能完全制止了吗？我们都知道，查处只是治标不治本，而这些违背了公司原则与原则中心文化背道而驰的行为，
说到底就是不遵守原则导致的。如何才能治标又治本呢？我们常说到要做到，公司已经说到了，那么做到是要靠谁呢？是的，是要靠你们，靠线上的每位爱多美人。公司赋予了每位爱多美人共同维护市场的职责和义务。我们拥有这个权利，从我做起，遵守原则，还自己一个有序的市场。所以，原则中心文化跟我们每一位爱多美人息息相关，密不可分。如果你爱这个品牌，爱这家公司，那么不论消费会员还是经销商，都应该一起遵守原则来维护它。说到品牌，说到爱这家公司，那么我的灵魂拷问也随之而来。您当初选择爱多美的初心是什么呢？爱多美跟您以往接触过的公司有何不同，让您决定了选择爱多美？我试着替大家回答一下，大家看看对不对？有的伙伴会说，我当初就是因为产品用着有效果，并且价格很实惠，所以我来了。有的伙伴会说，我是因为看到爱多美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流通公司，肯定对消费者会很好，所以我来了。还有的会员会说，因为爱多美拥有与众不同的经营哲学，小孩哲学，并且将超越顾客的满意，实现顾客的成功视为第一经营目标。还有，爱多美的16字私训可以成为我做人的准则，让我成为一个备受尊重的人，所以我来了。还有人觉得公司虽然成立才11年，但是在业界的口碑很好，这么好的企业，我经营它，和它一起成长，肯定也会获得成功。还有很多很多的回答，但最终归纳起来，基本上都会围绕着大众精品和企业文化而选择了爱多美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这么一天，当别人知道你很早就一直在使用爱多美产品时，对你竖起了大拇指，夸你真是有眼光，选择了这么优品良价的商品，给家庭开支省了好多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这么一天，你的亲朋好友，或者是你孩子的同学的家长知道你是爱多美经营者时，对你投来了赞许和敬佩的目光。他们会觉得你是个值得信任、可靠的人，因为爱多美的经营者都是正直、善良的代表，而这一天是需要我们每一位爱多美人都遵守原则，才能让这一天如期而至。爱多美以正善善略、正直和善良为最好的战略为经营哲学。爱多美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一直坚守着正道经营，而爱多美的3大文化将原则中心文化摆在了第1位，就是希望我们要成为一股清流，成为别人眼中与众不同的企业。如果忘记了你的初心，没有了你的爱护和坚守，原则中心文化就像那飘曳在空中的风筝，看得见摸不着。爱多美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商品和买卖，而是渐渐的你就成为了正直和善良的代表。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附加值。你会因此觉得开心吗？你会以此为荣吗？如何守护你的初心呢？那就从遵守原则开始。原则中心文化是指爱多美人要做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事，从每个人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。数字10跟数字100哪个大呢？当然是100大。那么1000比100更大，10000又比1000更大，以此类推。但是如果把0前面的1拿走，
那么再多的零也还是零。没有了那个一，还有何意义？而这个一，就是遵守原则。我们看到很多快速发展和扩张的企业，如果不是基于原则发展，那么它倒下的速度和发展的速度是一样快的。朴韩吉董事长对于遵守原则的一段话，我铭记在心，也分享给大家。董事长说，如果我们遵守原则，大家就会活得很轻松，做事也会很轻松。想要变得很好，就要去遵守原则，不是因为这样好才去这样做，也不是因为有利益才去这样做，是因为原则就是那样，所以我们要去遵守。因此，爱多美的家人们，爱你所选，莫忘初心。让我们一起共同遵守原则，让中国市场越来越好，越走越远。